每年一次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媒体总是聚焦在他买什么卖什么，但是我发现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变的那套投资的底层思维。那这支影片呢，我想和大家一起看懂这套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会结合巴菲特他亲口说过的建议，真实做过的投资，带你一起拆解他是怎么看待长期持有的，他是如何判断一家公司值不值得买，又是如何在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里面活下来，还能赚那么多钱。我把他的投资逻辑呢归纳成一套3阶段的投资框架，分别是：第一呢，从心法方面，怎么样看市场、看风险，怎么样对待时间；第二个，从方法方面入手，怎么样管住手，怎么卖，怎么拿，什么时候该不动如山；第三个是工具层面的，看懂企业，怎么样选，如何估值，怎么样避开烂的公司。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投资，或者呢你已经进场一段时间了，但是总觉得还缺一个方向，希望这些影片能够帮你把投资这件事情理得更加清楚，也更加踏实。那我们先从第一阶段开始，这一阶段呢，先从投资的内功讲起。巴菲特始终认为，投资不是从技巧开始，而是从心态开始。一个人的情绪控制力、时间观念、独立思考能力，决定了他能否在市场的起落中走得更远。投资不是预测市场，而是挑选能够穿越周期的好公司放着。巴菲特不会因为季度利润跌了就去改变持仓。他经常说，我们的目标呢是找到可以持有10年甚至更久的企业。长期主义就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拒绝跟风、专注价值的体现。普通投资人其实也可以做到，只要不要被短期的涨跌牵着走，慢慢来呢，胜率反而会更高。举个例子啊，巴菲特在1988年买入了可口可乐，当时市场对消费股的成长性其实还不是那么乐观，但是他更加看重可口可乐这个品牌以及它全球护城河和持续的盈利能力。这几十年过去了，可口可乐的市值不仅翻了几十倍，每年还稳定分红，可口可乐也成为巴菲特投资理念的代表之一。真正的好资产呢，不是天天涨停，而是能够陪你穿越时间。巴菲特不投 AI， 不碰比特币，不追 NFT 热潮，他只投自己真正理解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什么都懂，不要被越是复杂越是高级给骗了。越是简单的呢，才能越看得清楚。投资不是谁知道的多，而是知道自己在干嘛。如果一个东西你搞不懂它是怎么赚钱的，那就先不要碰了。他说，我们可以等5年不出手，不是因为恐惧市场，而是因为他对价格和价值有自己的纪律。巴菲特常常用打猎比喻投资，你不需要每次都开枪，只要你等到那只走进射程的肥羊。在投资里面呢，不动是一种高级的行动，你也不需要每天都操作，只要准备好子弹，等待正确的买点出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投资的行为层面，这个阶段讲的呢是你怎么做。真正拉开收益差距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能长期坚持哪些正确的动作，避免那些常见的陷阱。巴菲特常说，最好的持有期限是永远，但这个永远不是表示永远不调整。这次大会上面呢，也有人问他减持苹果和美国银行的事情，他回答的也很坦白。他说，我们仍然深爱着苹果，它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但是呢，因为股价的上涨，整体的仓位过重，为了风险管理，我们选择适当减持。巴菲特是在2016年开始买入苹果的，那个时候股价大概在$20左右，现在最高曾经涨到$250，即便最近回调了，它也维持在$200上下，整体涨幅是超过8倍的。所以重点不是减持这个2个字，而是长期持有的理念下面呢，动态的调整和保持投资组合的健康，这个也是我们普通投资人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长期投资它不等于完全不动，而是要懂得拿得住也放得下，不要被情绪牵着走，不要为了追热点而频繁的换股。你只要抓住真正看得懂的公司，设置好规则，用时间而不是手术来赚取公司的成长收益。很多人买股票因为它涨了，但是巴菲特从来不是追涨的人，他看的呢是这家公司有没有长期赚钱的能力，有没有好的管理层，有没有护城河。他说，你买股票最好是像真的在买下这家公司那样认真，比如他长期持有美国运通，不是因为它涨得快，而是因为它品牌力强，客户忠诚度高，像刷卡、积分、支付体验都深入人心。他了解这个业务的盈利模式，也看好它穿越周期的能力，所以他说
说我们持有它是因为我们真的想拥有它。投资呢不是猜价格，而是看清公司背后的赚钱逻辑。巴菲特这次买入日本商社也是一样的投资逻辑，不需要热门，但是要赚钱，估值低，分红稳，管理好，这才是长持的基础。日本商社经营着能源、金属、食品等基础产业，业务稳定，全球布局，具备典型的现金流特质。巴菲特也曾经提到，他们在低利率、汇率偏弱的背景下呢，以合理的价格买入这一类的公司，能够建立收益稳、估值低的组合，也具备良好的风险回报比。即便未来宏观环境变化了，比如说汇率波动或者经济周期波动，他也认为只要企业本身稳健，分红可以持续，就能够穿越这些波动。那我们普通投资人虽然没有办法复制这些融资策略，但是也可以借鉴它的逻辑，找到那些被低估的基本盘扎实的企业，在情绪低谷的时候呢，悄悄布局，放长线钓大鱼。最后呢，是第3阶段，我们聊一聊具体的投资选择，选什么样的公司，关注怎么样的数据，如何建立一套安全的评判标准。很多人怕市场下跌，怕政策变化，怕经济衰退，但是巴菲特说，真正的风险呢，来自你根本不懂你在干什么。在这次大会上面呢，他反复强调，你无法预测未来，但是你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方法呢，就是买你理解的公司，用你能够承担的资金，按你能够忍受的波动去布局。举个例子啊，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就恐慌出逃，但是巴菲特呢，这个时候开始买进。他那个时候说，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可是他贪婪的前提呢，是他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也知道它值多少钱。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买的公司靠什么赚钱，赚了钱怎么分红，那你买的时候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在赌博。投资呢是理性的游戏，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从预测来的，而是从理解来的。市场是每天都在吵架，今天说通胀，明天说降息，后天又轮到 AI、黄金、地缘冲突，很多投资人就被这些热闹带着跑，不知不觉呢就做了追涨杀跌的事情。但是巴菲特始终强调，情绪稳定比聪明更重要。这次大会上他也说了，我不会因为新闻标题去动我的资产配置，我只是在意这家公司5年、10年之后会不会还在赚钱。我们也不需要预测每一条新闻，而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评判标准。不管是买股、买债还是买房，都先问一下自己，我是真的看懂了吗？它真的值得我持有几年时间吗？如果答案是我不太确定，那就再等一等，市场上永远有机会，但是你的本金只有一次。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几万美元就没有资格谈投资，但是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靠每个月存下来非常少的积蓄，点一点滚出现在的大雪球。他常常说，你最重要的投资呢，其实是你自己，哪怕只是每个月定投一点点，花一点时间研究一家公司，读一本有价值的书，都会变成你未来回报的种子。关键呢是不要把投资想得太大、太远、太难，你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个个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的小行动，复利呢就会慢慢的发生。哪怕只是你现在只投100，但是不要小看这100，投资不是从100万开始的，它是可以从一次正确的决策开始。很多人觉得投资做不好是因为不够聪明，不懂得分析，没有学过金融。但是巴菲特说，投资成功和智商关系不大，关键是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冲动。看到别人赚钱就忍不住跟，股价一跌就想割肉，总怕错过下一个热点。这些呢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情绪的问题。投资不是谁跑得快，而是谁能沉得住气。自律、耐心、懂得等待、不轻易出手，这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所以说你不用成为专家，也不用预测未来，更加不用看得比别人远，你只需要有一套能够管住自己的机制，让你在别人慌乱的时候呢，仍然可以保持理智。回顾这一整套巴菲特的投资方法，我们会发现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抓住多少机会，而是他始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用心法来建立自己的评判标准，用方法管住情绪，耐心等待，用工具看透企业的本质，避开看不懂的风险。这个不是追热点玩技巧的套路，而是一种穿越市场、穿越时间和人性的底层系统。很多人说投资是少数人的游戏，但是巴菲特用一辈子的行动告诉我们，愿意学习、思考和等待的人，可以靠一套简单但正确的方法走得很远。不需要预测明天的涨跌，只需要建立今天的节奏，让你在别人恐惧或者贪婪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个呢，就是长期主义的力量。我是新月，我们下期再见。